我愿意娶。哥，不能娶，他会害死我们全家。许向阳重生回到1958年，此时他刚被隔壁村二打晕，躺在床上昏迷不醒。恭喜宿主激活系统，系统正在加载中。他婶子，你家向阳已经昏迷1个多月了，万一醒不过来，那我们家红英不能等一辈子。耳边传来了一个妇人的声音，这是丈母娘王大花，也就是张红英的娘。虽说定的娃娃亲，但哪个当妈的忍心把自己的孩子嫁给一个昏迷不醒呢？这不是让孩子守活寡吗？你放屁！你怎么知道我弟弟醒不过来？我弟弟身体那么好，醒来是迟早的事。许向阳听到这个声音，鼻子一酸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了出来。这个是他的二哥。许向阳使出吃奶的劲，想要睁开眼睛，无论他怎么使劲，就是睁不开。许老二，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换成是你家，你愿意把你的妹妹嫁给躺在床上不知生死的人吗？你们别不知好歹。你那是好说好商量嘛。你女儿可以不嫁，但我家给的彩礼，你们为什么不退？我们凭什么退？红英等了你们家老三那么多年，就收你们100块钱彩礼，你们讲不讲理？好家伙，等了我10多年，这老登可是真会算账，从生下来就开始计算上了。你可拉倒吧，真会算账。你的意思是你家闺女就是为了我家老三而生的呗？此时的王大花已经气得满脸怒火。我三弟可无福消受，用不用我帮你把他塞回去？老二，你个瘪犊子，咋说话呢？他婶子红英可以不嫁过来，但彩礼钱给我们退回来，80剩下的20就当是补偿。许向阳听到这个声音，心里咯噔一下。娘，这是娘的声音。我愿意娶张红英。许向阳的耳边传来了一声粗犷且憨厚的声音，这是大哥的声音。上一世，许向阳醒过来的时候，张红英就嫁给了大哥，但是张红英隔三差五朝他抛媚弄眼，一来二去，2个人又搞在一起。被发现后，大哥脑袋转不过来，弯上吊自尽，母亲伤心欲绝，在大哥死后的第3天也相继而去。原本幸福的一个家庭支离破碎，二哥从此也跟他断绝了关系，临死前都没原谅他。第2年，张红英以许向阳的名义借遍了2个人所有认识的人，还偷走了家里的所有存款和票据，拿着钱和票据跟隔壁村的二流子跑了，就是用铁铲把许向阳打得昏迷不醒的二流子。他跑后的半个月，所有的债主都追上了门，最后大姐和二姐从家里偷了钱和粮食，才让许向阳躲过一劫。然而大姐夫因此吃不饱，在上班时饿晕一头扎到了机器里，搅成了肉馅，一家人突然失去经济来源，最终都活活被饿死。二姐家因为把粮食给了许向阳还债，家里的孩子被饿死，二姐夫气不过，把二姐给打残了，一辈子都没能下岗。这些事情让许向阳记忆犹新。老大，你愿意娶红英？我愿意娶。许老大，你娶也不是不可以，不过彩礼得再加点。我家闺女嫁到你家，不得照顾你们家老三。他婶子，我们再添10块钱，让老大娶你们家红英，行不行？10块钱？你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？我们家红英嫁过来，那可是要照顾许向阳一辈子的，最少50。许向阳听着外面的声音，心里都急冒烟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大哥娶了她。既然重生了，就不可能让悲剧重演。情绪系统加载完成，新手大礼包自动打开，获得身体强化能力。许向阳一个机灵，浑身感觉无比通透，好像打开了任督二脉。许向阳跳猛起身下床，直接朝门口狂奔。老三，你醒了。老三，你终于好了，可吓死二哥了。老三，快过来让娘看看，我的三儿啊，你可算是醒过来了。许向阳出门后没理会家人，直接奔着王大花而去。哎呀，向阳醒了，赶快过来让婶子看看，脑袋没坏吧？此时的王大花还不知道许向阳早已对他母女恨之入骨。你家真是得感谢我家红英，我家红英刚来你们家。王大花话没说完，此时许向阳抬手，一个巴掌就扇到了王大花的脸上。王大花用手捂着脸，有点懵逼，这是啥情况？脑袋被打坏了，疯了！以前许向阳每次见到王大花都会像个哈巴狗一样点头哈腰，现在他有点想不明白，许向阳为啥突然会打他。你为什么打我娘？好家伙，大地强者，这凶仆子恐怖如斯。不过这一世，许向阳不会再被蒙蔽双眼。为什么？还这么问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为什么。许向阳朝着张红英摆了摆手，张红英以为许向阳有事找他，挺着脖子把脑袋伸了过去。许向阳抬起手就是一巴掌。杀人了！救命啊！许家老三要杀人了！此刻王大花才从懵逼中反应过来，眼前的老三和原来的老三好像不一样。收集到王大花怨气值加999，收集到张红英怨气值加999，收集到王大花怨气值加567，收集到张红英怨气值加250。就在这时，许向阳脑海里传来了密集的机械音，给他整一愣。不过许向阳来不及研究，手上一点没闲着。
紧接着又给了两人一连串的大嘴巴子。收集到王大花怨气值加999。许向阳，这辈子你休想娶到我。谁爱娶就娶，反正老子不会娶，老子不做舔狗了。上一世，每次许向阳和未婚妻张红英两个人吵架，张红英只要这么说，许向阳都会屁颠屁颠的像舔狗一样讨好张红英，而且还会把家里的粮食偷偷拿出去送给她。不嫁给我，哈哈，太好了，我巴不得呢。许向阳的反应让张红英措手不及，这和他想的有点不一样。眼前的许老三好像变了，不再是任由他使唤的傻子了。老三，你住手！母亲周秀兰急忙上前拉住许向阳，再打下去容易出人命。这孩子是不是脑袋坏了？怎么上来就打人？在他的印象中，三儿子对眼前的母子比对自己都好，除非脑子坏了。娘，你别管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能解决。周秀兰觉得老三好像变了，具体是哪变了，她一时也说不清。此时，旁边聚集了很多吃瓜村民，各位大爷大妈、叔叔婶子，大家给我做个证。此时吃瓜群众的目光都投向了许向阳。今天我许向阳把话放在这，我和张红英从此解除婚约，不光我不娶，我的哥哥们也不会娶。许向阳话音刚落，大家都惊呆了，都在议论纷纷。毕竟张红英是队里出了名的村话。现在是新时代，提倡自由恋爱，婚姻自由，所以我和张红英的婚约是不合法的。张红英和王大花此时目瞪口呆，真不敢相信许向阳居然敢说出这样的话。既然不合法，那么张家收到的彩礼就应该如数返还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，我看张家就是不要脸，跑到我们许家村来要无赖了，不嫁女儿就应该把彩礼还回来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是这个道理。许向阳朝着大妈笑了笑，同时向大妈竖起了大拇指。王大花狠狠地瞪了大妈一眼，你算哪根大葱，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家汉子出去偷，忘扎裤腰带，把你露出来了。王大花越骂越脏，唾沫星子横飞。何桂兰见状也不甘示弱，也是个狠角色。你个 X 养的！两个人瞬间就口舌交战在一起，子孙繁殖器是张口就来。门外的吃瓜村民看的也是津津有味。最开心的是许向阳，他现在脑海里的机械音像是电报音一样，叮叮叮的连续响个不停。咦，不光能收集到王大花的怨气值，何桂兰也提供了不少怨气值，原来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产生的怨气值也算在内。何桂兰，你又犯病了是吧？此人说话声音雄浑有力，这是咱们村的大队长徐铁柱。哎呀，大队长，你可是冤枉我了，这回还真不是我的错。何桂兰脸上露出委屈的表情。许家老三都被人家欺负惨了，乡里乡亲的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徐铁柱狠狠地瞪了何桂兰一眼，然后走到王大花的面前。我还不知道你无利不起早，赶紧上一边待着去。在来的路上，村民就把情况跟许队长描述了一遍。许队长，你们村的人太霸道了，我的脸都被打肿了，我女儿也被你们村的许老三打了。说完便直勾勾地瞪着大妈何桂兰。还有这个娘们，嘴像大粪坑，张嘴就骂我们娘俩，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你说谁嘴像大粪坑？信不信我把你嘴给你撕开？好了，有完没完了？都给我闭嘴！情况我都知道了，是你们家悔婚在前，既然悔了婚，就得退彩礼。徐铁柱站在许向阳的面前，颇有一村之长的架势。太不要脸了，不嫁女儿还想要彩礼，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？见钱眼开，这样的人就应该打死。见队长发话了，看热闹的村民你一言我一语的都开始谴责王大花。王大花也是出了名的泼妇。你是许家村的大队长，当然向着他们了，太欺负人了。许家老三要悔婚，还让我们还彩礼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王大花见村民都向着许家，准备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要气了无赖。坐的时候没观察好地形，地上有块尖形的石子，正好卡在皮燕子的发里，疼得他龇牙咧嘴，直流眼泪。来自王大花的怨气值加1000。许向阳听到声音后，一下子精神了。本以为最大数值是999，没想到来了个意外之喜。看来刚才打的还是不够用力，早知道就10点进了。许向阳现在越看王大花越觉得可爱，上一世的仇恨都消退了不少。老三，你现在还想不想娶他家女儿？徐铁柱看着坐在地上泪流满面的王大花，心里也没了准。他哪里知道王大花是因为皮燕子里卡了石头子。你现在也清醒了，要是想娶他家女儿的话，彩礼就可以不退。其实王大花更希望能够嫁给老大，还能多要点彩礼。眼看许老大就上套了，没成想许向阳突然醒了，说我刚才已经跟大家伙说了，婚退定了，我不会娶张红英。在场的吃瓜群众此时乐开了花，这就是他们希望的结果。不光我不娶，我大哥也不娶。许向阳说着看了大哥许建国一眼，是吗大哥？我听老三的，老三说不娶，我就不娶。许建国有点憨，刚才说娶张红英那是觉得既然彩礼要不回来，老三又昏迷不醒，谁娶不是娶，反正是不能便宜了张家。凭什么你们说不娶就不娶？定的娃娃亲说不算就不算了。王大花着急了，到嘴里的鸭子马上要飞了。许向阳怒视着王大花，第一，今天是你先来悔婚的，不是我家先说的。第二，现在是社会主义，提倡自由恋爱，婚姻自主。
一边的吃瓜群众突然发现眼前的徐老三似乎变了一个人。娃娃亲属于老封建，是旧社会的毒瘤，你现在还宣扬娃娃亲，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。哦嚯，此话一出，王大花母子开始心慌了。第三，娃娃亲既然不合法，那我们两家的婚约也就不作数，彩礼钱理所当然退还。许向阳几句话条理清晰，说的有理有据，把周围人都给镇住了。王大花和张红英更是吓得脸色煞白。破坏社会主义建设，这那可是大罪，严重的话会吃花生米。你少胡扯，别给我们乱扣帽子。王大花心里已经害怕极了。向阳还真不是胡扯，既然你们不信，那也好办。徐铁柱指了指人群中的一个青年，狗蛋，你去公社把主任和武装队长叫来，就说有人想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。好嘞，大队长。上一世，这个女人把许向阳一家搞得家破人亡，这一世他绝不会让这个女人踏进他家半步。接上级大队长让狗蛋跑去公社找主任和武装部队长。王大花一听事情要闹大，吓得魂都快飞了。如果他背上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帽子，那可能要吃花生米。你们许家太欺负人，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。王大花和张红英此时吓得嘴都瓢了。母女两人连滚带爬的跑出了许家村。许向阳，彩礼钱过些时日送回来给你。好了，大家该干啥干啥去。许铁柱见王大花走了，开始驱散众人。老三，以前没看出来啊，你嘴皮子挺溜啊。叔说笑了，这还不是他们逼的，兔子急眼还咬人呢。既然没事了，叔就先回去了，有事需要帮忙就到我家找我。许铁柱说着，从兜里拿出一个地瓜塞到许向阳的手里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上一世，许铁柱把家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人，导致家里人不够吃，婶子上山挖野菜，一不小心掉进了悬崖摔死了。从此许铁柱也一病不起，没多久也离世。叔，您放心，这一世绝对不会让事情再发生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您。收集到王大花的怨气值加10。没想到王大花的气性还挺大，都走了还继续提供情绪值呢。老三，快过来，让娘好好看看脑子有没有坏。村里的二大爷跟我说，好瓜敲出来的声音是闷闷的，坏瓜敲出来的声音是脆脆的。娘三听后差点没笑出来。许建国这个憨憨就是个活宝。许建国原本不憨，有一次下河救个女孩时溺水，被救上后就变成了这样。医生说是溺水缺氧导致的大脑损伤。看着憨憨的大哥，许向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只因上一世因为自己，他这个哥至死都没闭上眼睛。大哥，你放心，这辈子我肯定给你找个好大嫂，绝对不会让你死不瞑目。老三，你刚醒要多休息，回去多躺一会，娘去做饭。娘，这是许叔给的地瓜，你拿去吧。周秀兰接过地瓜后去了厨房，许向阳躺在床上开始研究脑海里的4个大礼包，这才发现数字还在持续的增加，都是来自张红英还有王大花的怨气值。这女人啊，还真是记仇的生物。系统，大礼包怎么打开？宿主用意念就可以打开。打开大礼包。恭喜宿主获得随身空间。哈哈，随身空间，这可是好玩意，这可是上山打猎下河摸鱼的必备神器。宿主用意念就可以打开。打开大礼包。恭喜宿主获得随身空间。哈哈，随身空间，这可是好玩意，这可是上山打猎下河摸鱼的必备神器。下一刻，许向阳就出现在空间内，什么都没有，远方有一座大山，就连地面都是硬硬的，不像是土地。看来这空间里面不能种植，只能存储物品。系统，给我打开第2个大礼包。恭喜宿主获得10亩黑土地。果然是亲系统，真是瞌睡来了给枕头，讲啥来啥。系统，我是你的第一次绑定的人吗？对我这么好？请宿主不要自作多情，系统的第1任宿主掌握本系统所有的权限，他想选啥选啥。系统，以后每次的奖励也会这么大吗？宿主收集到的怨气值对宿主前世命运影响越大，开出的礼包越大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是我想多了，要是每次都能开出这么大的礼包就好了。系统，给我打开剩下的2个大礼包。恭喜宿主获得灵泉一眼。恭喜宿主获得大白兔奶糖1块。机械声一响起，空间内的格局瞬间变化了。空间内一分为2，一侧是黑土地，一侧是硬化的土地，中间是一口灵泉水，把两面正好隔开。灵泉水是个好东西，1块大白兔奶糖是什么鬼？许向阳看都没看，把奶糖扔到了一边，随后喝起了灵泉水，一口灵泉下肚，感觉浑身充满了力气。老三，别睡了，起来吃饭了。周秀兰一声叫响，许向阳回到了床上，桌上摆上了2个盘子，一个盘子里面是黑乎乎的野菜汤，另一盘装的是地瓜。家里这么困难，自己还整天游手好闲，上一世真是败家子。晚饭做得如此寒酸，家里应该是没粮食了。明天我得上山打些野味，换些物质补贴家用。晚上许向阳越不流泪，大
哥二哥把他夹在中间，大哥许建国打呼噜，许卫兵磨牙加放屁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许向阳突然发现一个女孩在门口，遮着脸躲躲闪闪。嫂子，是你吗？老三，你别乱叫，被旁人听到了怎么办？听到就听到呗，反正我只认你当大嫂，其他人想当我大嫂，我第一个不同意。许向阳口中的嫂子名叫王大丫，就是他大哥救过的女孩。你快别说了，羞死了！王大丫脸红得都烫手，随后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用力放到许向阳的手中。大嫂，这是啥？里面是土豆，我从家里拿的。许向阳用手掂了掂，起码有5、6斤。这年头5、6斤土豆子能救一家人的命。昨天我看见婶子去捡粮食了，这土豆不多，你们先吃着，不够了再跟我说，我再想想办法。谢谢大嫂。上辈子大哥死后，王大丫一辈子都没嫁人，据说是给大哥守了一辈子坟。既然我重生了，这次一定要让他们2人终成眷属。许向阳把土豆放回了外屋地后，朝大山方向出发。刚一进山，就碰到几个上山想要捡蘑菇和野菜的村民。许老三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今天咋还上山了？说话的人是马金花，上辈子就是他背后跟老娘添油加醋说的坏话，老娘一气之下才一命名呼的。哎呀，许老三，你现在谱真大，跟你说话你都不理，你家我嫂子没教你，见到长辈要问好吗？这个老娘们也是个坏种，整天东家长西家短的，有便宜占不够的那种人。跟你没话可说，你家住敦煌吗？屁话真多。许向阳说着，把从家里拿出来的铁器举了起来。你让开，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。你说让就让啊，路是你家。马金花话还没说完，只听见耳边传来一阵风声，随后眼前一黑，许向阳一铁锨就拍在了他左边的脸蛋子上。呸！马金花一头扎到2根树杈中间，晕死了过去。收集到马金花的怨气值加999。打我啥？你打我啥？这个泼妇叫马金花，上一秒拦着路不让许向阳过去，下一秒马金花瞬间老实了。许向阳还不解气，又踢了马金花2脚，然后继续向山里走去。许家老三啥时候这么男人了？这个小寡妇看着帅气威猛的许向阳，眼睛里冒出了星星，口水直流。他大娘，你别花痴了，马婶子好像被许老三打死了。另一个婶子大声喊道：我的妈呀，这可咋整？我们还是赶紧回村里喊人吧。另一边，许向阳已经走到山里面，走着走着，忽然听到头顶上传来了叽叽喳喳的声音，仰头一看，一个鸟窝，大概率也有鸟蛋，鸟蛋确实不大。俗话说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可以补充一下身体的营养。许向阳双臂搂住大树，2只腿用力夹住，3两下就爬了上去。正当许向阳伸出手去抓鸟窝的时候，突然咔嚓一声，许向阳脚下的树枝发出一声脆响，把他吓了一跳，顿时额头直冒冷汗。还好没有断，许向阳缓了缓气，突然脚下的树拳又发出了咔嚓一声脆响。完了，树拳断了。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闷响，许向阳怀里抱着鸟窝，屁股着地，把土地砸出了个大坑，除了感觉到屁股有点疼，其他啥事没有。多亏了新手大礼包，否则得摔骨折。许向阳赶紧把怀里的鸟窝拿出来，这一拿出来不要紧，差点没把他气死。我操！里面空空如也，别说是蛋了，鸟毛都没有一根。怎么可能没有鸟蛋呢？许向阳站起身，四下转了一圈，奇怪的是，一个鸟蛋都没发现。不应该啊，就算是掉出去也能找到碎蛋啊。就在他纳闷的时候，脑袋里响起了一个机械音。收集到完整鸟蛋8颗，碎鸟蛋1颗。紧接着，空间里发现，在硬化的土地上放着几颗鸟蛋，正是刚刚鸟窝里的那几颗。系统，这是咋回事？宿主可通过媒介把想要的物品收取到空间。刚刚宿主触摸到鸟窝的一瞬间，鸟蛋就已经收取到空间了。我靠，还可以这么玩？通过媒介就可以？那我刚才爬什么树，直接摸树不就行了？许向阳有点兴奋，有了这技能，山中有老虎，他也能称大王了。理论上没问题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你也没问。那这个碎的鸟蛋是咋回事？你给我弄碎了，你得赔偿我。那是宿主刚刚触摸到鸟窝时用手指抠破的，与本系统无关。老子自己用手指抠破的？许向阳仔细回想了一下，好像确实抠到了个圆润的东西。早知道有这技能，我还爬什么树？现在屁股摔得生疼，还抠碎个鸟蛋。许向阳拿起铁锨，继续往山里走。刚走了100米左右，抬头一看，又发现了一个鸟窝，鸟窝里还有2只小鸟。许向阳悄悄地走到树下，慢慢地把手放上去，下一刻，空间里又多出了10个鸟蛋，还有2只鸟。许向阳又如法炮制，又收了10只鸟，40多个鸟蛋。忽然，许向阳听到草丛中传来咯咯的叫声，野鸡，绝对是野鸡的声音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做出此等龌龊之事，还有王法吗？海哥哥，收你们来了。许向阳嘿嘿一笑，走过去，轻轻地扒开野草，果然不出所料，
露出了2只正在撸罗汉的野鸡。许向阳此刻距离2只野鸡大概2米左右，只见他屏住呼吸，拿着铁锨把，慢慢的把铁锨把一点一点的往前送。公鸡感到屁股好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，随后2只野鸡瞬间消失不见，下一秒就出现在空间里。收完野鸡，已经到了中午，许向阳的肚子也开始咕咕叫起来。许向阳随后生了一堆火烤起了野鸡，虽然没有调料，但是有一股原汁原味的鸡肉香，比后世的鸡素速成鸡香的太多了。有时间一定要去城里买些调料，不然好食材没有调料都浪费了。吃了一只野鸡，许向阳又喝了点空间里的灵泉水，浑身充满了力气，拿起身边的铁锨继续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前面突然出现一道7、8米的深沟。许向阳听村里的老人说过，过了这道沟，对面叫野猪林，里面有很多野猪，村里人很少有人往里面走。许向阳他有伴，碰见野猪大不了就躲进空间。许向阳翻过深沟，刚到对面，就看到地上有2泡冒着热气的野猪屎。看来红烧猪蹄刚走不久，现在追应该还来得及。许向阳沿着猪屎的方向追了下去，跑得太快，没注意脚下，一不留神就被扒了。嘿，这么的！许向阳转身刚要开口骂，突然闭上了嘴。好家伙，一条3米长、碗口粗的大辣条懒洋洋地横在路中间。我记得爷爷最喜欢吃这种长虫，如果我把它送给爷爷，老爷子一高兴，说不定把猎枪送给我。许向阳拿铁锨刚一拍到蛇皮下1秒，空间里多了一条长虫。在长虫进入空间的瞬间，脑海里突然响起了一个机械声。收集到草花蛇的怨气值加999。机械声把许向阳干愣了。啥情况？不光是人能提供怨气值，连动物也能提供？稍微一思考，他就想明白了，人也是动物，高级动物。不愧是系统你啊，真严谨。不对呀，系统你是不是偷怨气值了？刚才收鸟和野鸡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怨气值？因为宿主抓鸟和野鸡的时候不讲武德，偷袭，鸟和野鸡没有反应过来，所以无法产生怨气值。原来如此，看来以后打猎能不偷袭就不偷袭了。真正的勇士就应该敢于正面对抗，实在打不过了再偷袭。就在许向阳愣神的功夫，耳边突然传来了几声哼哧声。许向阳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不远处有一个黑压压的山洞，声音好像就是从山洞里面传出来的，好像来大活了。许向阳重生回头脑饥荒的60，别人喝的是清汤寡水，吃的是难以下肚的糠咽菜。然而另一边的许向阳一家喝的则是香甜美味的肉汤，桌上盘装的是有鱼有肉。只因为他拥有一套神奇的开挂系统，只要他一触摸到树根，树上的鸟就会被收进系统空间。他只要用铁锨柄碰到野鸡，下一秒野鸡被收入系统空间。所以许向阳第一次进山打猎就收获满满。上集说到，许向阳发现了一只野猪洞，这个老登爬到洞口上方，从听着传出来的声音判断，里面的野猪还不止一头。这要是全都收到空间里，第一桶金就来了，家里的情况就能得到改善了。但是不能贸然的冲进去，洞内的空间小，把野猪惹毛的后果很严重。既然不能进去，那就想办法把野猪引出来。有办法了。许向阳面色一喜，看了看山洞前的野草，此时的风向正对着山洞。如果在洞口生一堆火，烟势必会顺着山洞的方向刮过去，野猪在洞里被烟熏后肯定会跑出洞口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野草刚点燃就冒出了浓浓的烟雾，山洞里面的野猪发出刺耳的吼叫，排着队从山洞里往外跑。出来的第一头野猪被许向阳拿着铁锨拍一拍，像打地鼠一样，一拍一个准。几秒钟的时间，5头野猪全都躺在了空间里一动不动。不光收到了5头野猪，系统还收集到了很多野猪的怨气值。不光出现了野猪的怨气值，还有不少马金花的怨气值。看来马金花这老娘们醒过来了。除了马金花，许向阳还发现有不少怨气值是老娘、大哥和二哥的。早上自己出来没跟家里面打招呼，老娘和大哥、二哥应该是正在担心自己。许向阳看了看天上的太阳，时间应该下午4点左右，该回去了。走到家，太阳也落山了。算了，今天收获也不少，早点回家。向阳，向阳，向阳，老三，你跑哪里去了？徐老三，徐老三，你听到了回个话。许向阳扛着野猪，拎着2只野鸡，快速地走下了山。娘，大哥，二哥，娘，你换新衣服了，还不错。你以为你夸老娘就不生气了？你个瘪犊子，谁让你上山的？山上有野猪、熊瞎子，你不知道吗？娘，我可不是瘪犊子，我要是瘪犊子，那你是啥？许向阳嘿嘿一笑，我这不是啥事都没有。老三，你抓到了野鸡，妈呀，野猪崽子！周秀兰刚才光担心了，走到跟前才注意到许向阳身上的野猪和野鸡。老三，这野猪崽子真是你抓的？不是我抓的，难道是你抓的？许老大跑过来，接过许向阳身上的猪崽子。老三，你真厉害！二哥这时也走了上来，把许向阳身上的铁锨和野鸡拿了过去。与大哥不同，二哥的神色有些凝重。老三，
队长在后面。许向阳朝着二哥点了点头，他明白二哥的意思。这个年代什么东西都是集体的，打到的东西也不能全拿到自己家，稍不注意就会被扣上帽子。二哥，放心吧，我自有打算。老三，你下回别上山了，娘就想让你们仨好好的。娘，我这不是好好的，娘不用担心，我现在可厉害了。你看我把野猪都抓回来了。向阳，这野猪崽子是你抓的？大队长徐铁柱领着一众村民赶了上来，大伙过来搭把手。几个村民见状上前抓住野猪崽，一起抬着往山下走。向阳，你啥时候这么厉害了？野猪崽子身边都会有成年野猪，这崽子是咋抓住的？大队长徐铁柱的眼神中露出欣赏之色。铁柱叔，我哪有那么厉害？这野猪崽子是我捡的。你捡的？咋捡的？这野猪崽子被夹到山缝里了，费了好大劲才把它拽出来。徐铁柱点了点头，他看许向阳身上就拿了个铁锹，想要徒手抓野猪基本不可能。老三，这野猪你打算咋处理？拉到大队不杀了吧，给我留10斤猪肉。猪下水我要了。啥玩意？就留10斤猪肉？凭啥？老二明天带老三去城里医院看看脑袋。周秀兰听到只留10斤猪肉给自家，顿时不乐意了。这小猪崽子杀完了，最少能出60-70斤肉，就这么白白送人。娘，你听我说。我没长耳朵，听不到。娘，你先别着急，听我说。许向阳走到老娘耳边说道：虽然野猪是我抓的，但野猪属于集体财产，我们自己家吃肉，别人家都快饿死了，他们能不眼红吗？你不怕别人去举报吗？许向阳一点他就明白过来了，这个年代啥都是集体的，要是有人告到公手，全家人吃不了兜着走。老三，10斤也太少了。娘，我还要了猪下水，猪下水还有10多斤呢。猪下水那玩意多难吃，咱们不要猪下水，要板油，要大肥肉。娘，你就听我的吧，我自有打算。你就气我吧，啥时候把我气死了，我就省心了。周秀兰心里也明白，大家都吃糠咽菜的时候相安无事，你家吃肉，别人家吃野菜，那就有人心里不平衡了。说，把猪抬到大队部杀了吧，把给我的留下，剩下的你安排就行。徐铁柱乐开花了，点头如捣蒜，嘿嘿的傻笑。许向阳跟徐铁柱交代了几句，一家4口就回家了。许向阳在大山里折腾了一天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去空间里用灵泉水好好泡个澡。此时硬化地面上整齐码放着4头野猪和其他野味。今天第一次进山，收获颇丰啊。另一边的黑土地则光秃秃的。看来一会去大队部拿肉的时候，得顺便跟大队长要点种子。许向阳刚从空间出来，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叫骂声：徐老三，你个王八犊子，给我滚出来！许向阳重生回到闹饥荒的70年代，别人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然而他家餐餐大鱼大肉，只因得到情绪系统的加持。接上集，马金花带着6个儿子到许向阳家里闹事。徐老三，你个不得好死的玩意，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把你家房子给点了。哼！马金花掐着腰，有了身后的几个儿子，此刻他的气势达到了顶峰。老三，你快进屋去，有娘在，我看谁敢动你一根汗毛。周秀兰像个老母鸡一样把3个孩子护在身后。老三，你快进屋去，谁敢动你，我和他拼命！大哥把木棍使劲往地上一敲，发出了砰的一声闷响。老三，你别害怕，有二哥在。哼，给我滚一边去！李大猛拿起手中的棍子，照着周秀兰的身上打了过去。周秀兰吓得闭上了眼睛，手中的剪刀在空中乱刺。娘，大哥，二哥，你们快回屋里去。许向阳怕他们受伤，把娘仨护在身后。老三，你快走，你不走他们会打死你的。你们赶紧回屋里，不回屋我施展不开。你们别争啊，谁他妈的都跑不了，敢打我娘和我哥，找死！李老二拿棍子奔着许向阳的脑袋就抡了过来，许向阳一抬手，轻轻的一抓，就把携着巨力的棍子抓住。李老二都懵逼了。我操！你们还看啥呢？赶紧上啊！你家儿子多是吧？这回我让你6个儿子加一起都凑不齐一个完整的儿子。不到半分钟的时间，剩下的几家4子都趴在了地上，最轻的一个是断了一条腿。周秀兰此刻正骑在马金花的身上扇嘴巴子，啪啪的都打出了连击。只见他打着打着，从兜里掏出一个布袋，趁马金花不注意就塞到他的外衣兜里，随后竟然啪啪打了自己嘴巴子。救命啊！抢劫了！马金花带着儿子抢劫了！许向阳和许卫军还有许建国3兄弟2人见状瞬间明白过来，3人抓着对方互相打了几拳，然后假装躺在地上。谁抢劫？哪个王八蛋敢来村里闹事？大队长许铁柱带着一众乡亲推门冲了进来。我操！向阳，你咋被打成这样？说你可算是来了。马金花带着家里的6个儿子来我家抢劫了。马金花仗着自家有6个儿子，平时在村里就横行霸道惯了，村民敢怒不敢言。马金花大白天的
不但抢劫，还把人打成这样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队长？徐铁柱气得上去就踢了马金花2脚。队长啊，我们没抢劫。徐老三满嘴胡咧咧，他放屁。你才放屁呢！你们全家都放屁。徐铁柱一捂脑门子，吵得他心发慌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老三，这是你想咋解决？说，我想报帽子叔叔，他们抢劫可是大罪，整不好要吃花生米的，这事我们在大队解决不了。老三，这点小事没必要报帽子叔叔吧？让老李家赔你们家点钱，我看这事就算了。大队长徐铁柱人不坏，但他也有私心，是闹大影响他这个大队长的形象和荣誉。说，这事可不算小，他们不但抢劫，还把我家人打成这样，他们得吃花生米。地上躺着的几个人听到徐老三要报帽子叔叔家的魂都快出来了，不敢再继续装死。徐老三，你别扯犊子，我们啥时候抢劫了？是你先打的我娘，我们来找你说理来了。抢没抢，你们说的不算，一会等帽子叔叔来了，他们说的才算。许向阳把脸转向村民们，大家伙看看我，还有我哥我娘，我们被打成啥样了？王家婶子在人群中想了想，觉得许向阳说的有道理。队长，我也觉得必须报帽子叔叔，抢劫可是大事。其他村民想了想，然后纷纷开口。队长，王家婶子说的有道理，要不然我们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。就是，我也支持报帽子叔叔。老李家早该吃花生米了，去年我从他家门口路过，他家老三上去就踹了我一脚。徐铁柱见状，只好同意报帽子叔叔，吩咐人去镇上打电话。你到了镇上就说咱们大队出了抢劫案件，让帽子叔叔派人过来。许向阳打到一头野猪，好心分给挨饿的村民，家家户户十分感激，唯有一个村民则产生了除掉许向阳的念头。不就是打到一头小野猪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给我等着！只因许向阳抢了他的风头。接上集，徐铁柱叫人到镇上找帽子叔叔过来处理这件事。大约过了1个小时左右，4名穿着蓝色制服的帽子叔叔来了。许队长，咋回事？我听说出了抢劫案。宋队长，太不好意思了，还麻烦您亲自来一趟。徐铁柱上前跟宋保国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宋队长，得为我们做主啊，我们这没抢劫啊。打架和抢劫是两码事，抢劫呢是要坐牢吃花生米的。你们说马家抢你们家东西，他们抢啥了？宋保国把目光移向许向阳。宋队长，你可以搜搜他们的身，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我家的东西。队长，这有一个布袋，布袋里有1块钱。一名帽子叔叔在马金花身上搜出一个布袋。这钱袋是你的吗？不知道。马金花看到从自己身上搜出来的钱袋子，脑袋嗡的一下，懵逼了。这钱袋是我的，钱袋子是我做衣服剩下的料子做的。众人看了看，还真是和周秀兰身上的衣服一模一样的料子。马金花，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？宋队长，这是诬陷，宋队长可得为我做主啊！我被许老三用铁锹打了1巴掌，就是想要个说法。马金花被吓得浑身发抖，说话都不会了。许向阳，你为什么用铁锹打马金花？宋保国眼神上下打量着许向阳。我今早想上山碰碰运气，打点野味，马金花挡在路上，不让我上山，我逼不得已才打他的。马金花，你为什么不让他上山？我也不知道为啥。马金花一下被问住了，他总不能说闲着无聊就想逗逗许向阳吧？宋队长，我上山，你会拦着我不让我去吗？不会。许队长，你会拦我吗？我拦你干啥？你打野味也不犯法。问到这里，许向阳感觉铺垫的差不多，清了清嗓子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正常人都不会拦着我上山，马金花为啥会拦着我上山？大家想过吗？我怀疑马金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不想让人看到，所以才不让我上山。马金花和他的6个儿子顿时不淡定了，几句话如同晴天霹雳一样。李家众人吓屁了，抢劫还有可能有活命的机会，要是被定性成特务，全家都得吃花生米。马金花来我家闹了这么半天，李大勇一直都没出现，肯定有问题，他是不是给特务去报信了？把李家人全部带回去审问。死鬼讨厌死了，你花样咋这么多？跟谁学的？嘿，要不是为了钱，老娘这辈子都没这么违心过。李大勇吃了个快餐，美滋滋的吹着口哨走回家，没走多远就被宋保国留下来的帽子叔叔给按倒在地。老实点，向阳来了，叔把肉和下水都给你留好了。徐铁柱把装好的10斤猪肉和猪下水递给许向阳。老三，我替全村人谢谢你，大家都好几个月没沾到荤腥了。说大家不能干等着饿死啊，应该做点什么自救一下。徐铁柱一听话音，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。老三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好想法？快跟叔说说。暂时还没有。许向阳的语气很肯定，他现在确实没有。你要是有好想法，一定要跟叔说，叔先谢谢你了。好的，叔，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赶紧回去处理猪下水。许向阳就要往家走去，脑海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机械音，引起了许向阳的注意，尤其是其中的杜满屯，让李向阳有些意外。还真是人心隔肚皮，让我没想到
许向阳稍微思考一下就明白了原因。我这是抢了某人的风头了，有意思，没想到把肉分出去还能让人眼红。说这几个人的肉别分了，分给家里比较困难的家庭。许向阳趴在许铁柱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。老三，为啥？这不好吧？说你不用管，就说是我定的。恭喜宿主获得神技，猎物主动上钩，重量加20%，还能调出稀有物品。卧槽，这技能牛逼疯了！接上集，许向阳把从公社分到的10斤野猪肉和猪下水拿回来。晚上，锅里的香气传遍全村。娘，我明天想去趟城里。你去城里干啥？我想去我爷爷那看看，好久没去了。你总算长大了，懂得孝敬老人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许向阳准备去县城。王八羔子，你别和你那些狐朋狗友出去瞎混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许向阳刚走到村口，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老三，你这是要去哪里啊？跟你有关系吗？”收集到杜满屯的怨气值加678。一大早上火气就这么大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杜满屯满脸的笑容。我要不是有系统的提示，还真把他当成好人了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用不着你关心，你还是回家关心关心你媳妇去吧，别和别人去跑马拉松。收集到杜满屯的怨气值加678。老三，你现在说话挺逗啊。杜满屯依旧是一脸的笑容，其实心里已经把许向阳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。你有事就说，我还赶路呢。老三，你打猎挺厉害，我想着有空咱们组个局一起去山上打猎，打到的猎物你8我2，你看行不？来得正好，老子正愁着没机会收拾你这家伙。行啊，太行了。许向阳都不带半点犹豫，一口应下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等你回来了咱们一起上山。杜满屯依旧是满脸的笑容。收集到杜满屯的怨气值加999。许向阳也满脸笑容的样子。肯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就为了把自己吸引上山，看来目的不简单啊。两人又敲定了一下细节，许向阳接着往城里赶去。老三，你这是要去49城吗？许向阳抬头一看，一辆车上有一个大桶，隔着很远就能闻到一股臭烘烘的味道。我去看看我爷爷。许向阳用手捂着鼻子和嘴。老三，上车，我也去49城，顺路。许二狗笑嘻嘻地朝着许向阳道。许二狗是大队长许铁柱的二儿子，比许向阳大个1-2岁。不了，我还是自己走吧。许向阳看了看分车，宁愿走路也不想坐。你这么早去城里干啥？掏粪不是晚上去吗？老三，现在大粪也开始成紧俏物资了，现在掏大粪都得用票了，聚满了大粪就让别人给掏走了。好家伙，大粪也成了紧俏物资了，这年头就没有不紧俏的。狗哥，你慢慢骑，我先走一步了。许向阳捂着嘴就快走几步，想要把粪车甩得远一点。老三，现在大粪也开始成紧俏物资了，现在掏大粪都得用票了，聚满了大粪就让别人给掏走了。不了，狗哥，你太臭了，我受不了。你咋说话呢？说谁臭呢？收集到许二狗的怨气值加200。狗哥，我没说你臭，我说你现在身上臭。那不还是说我臭吗？来自许二狗的怨气值加200。你自己臭感觉不出来吗？还让别人跟着你一起臭。收集到许二狗的怨气值加500。许向阳薅了一波怨气值，撒腿就跑。小犊子，等你回村，我肯定跟我婶子去告状。真的有那么臭吗？许向阳在路上闲着没事，意识进入到空间内，在里面现在悬浮着2个大礼包。许向阳意念一动，2个大礼包同时打开。恭喜宿主获得蜃楼一线签，恭喜宿主获得防毒面具10个。什么是蜃楼一线签？宿主学习该技能后，抛出钓钩，瞬间制造海市蜃楼，使猎物主动上钩，钓取的猎物重量可增加原体积的20%，并且还有2%的概率钓出稀有物品。该技能可升级。我操，这技能这么牛逼，光是让猎物主动上钩就很牛逼了，竟然还能增加猎物的重量。许向阳脸上都笑出了菊花，一路美滋滋的吹着口哨，走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来到了49城。小伙子，你是来买东西的吗？售货员王红梅见许向阳这个大帅哥一直在屋里转圈，主动开口询问。我不买东西，我想换点东西。王红梅一听瞬间来了兴趣，主要是想逗一逗这个大帅哥。我倒看看这个穿着寒酸的农村帅小伙能拿出什么好东西。小老弟，我们这是供销社，是卖东西的，不是换东西的，你来错地方了。王红梅一边说一边上下打量着许向阳，毕竟许向阳的衣服缝缝补补又3年。你想拿什么来换？一头大野猪。姐，你先帮我看会，我上楼有点事。王红梅领着许向阳走到了主任办公室。秦主任，您前些日子不是说想要个能弄到猪肉的门路？小伙子，你真有野猪？在哪里？
多大的野猪？现在在我亲戚家里，大概500-600斤吧。我操，500-600斤！秦永革一听，激动的脸上的青筋都爆起来。小伙子，你可别吹牛，一会要是拿不出来，我可是要找你算账的。领导，您放心，只能多不能少。我要是拿不出来，随便你怎么处置。好，你把野猪拿过来，我已经给你5毛钱。我不卖，买卖东西是投机倒把，是要吃花生米的。许向阳也不清楚现在猪肉的价格是啥样。秦永革一听许向阳的话音就明白了，这是对价格不满意。最多能给你涨1分，你这是毛猪，我给的价格挺合理了。王红梅也朝许向阳点了点头。好，领导，你们供销社有板车吗？我把猪肉拉过来。一会让你王姐带你去，600-700斤的野猪你能推得动吗？放心吧，领导，我力气大得很，有板车我就能把猪给推过来。那你记得一会推过来的时候不要从前门，走供销社的后门，知道吗？没问题，您放心好了。许向阳推着板车从供销社出去，从空间取了一头野猪出来。不一会，许向阳把板车停到2扇门前，敲了敲。你是干啥的？买东西去前门。大爷，我不买东西，送东西也不行，我们是国营正规单位，不收个人的东西。大爷看了一眼许向阳身后的板车，大概明白了，眼前的这个小伙应该是来卖东西的。是王红梅，王姐让我过来的。许向阳本想报秦永革的名字，但突然想到刚才忘了问了，只能把王红梅的名字报了出来。少扯淡，赶紧走，再不走我喊人了，说你倒买倒卖。大爷，我真是来找王姐的，还有你们供销社的主任。你找我们主任？我们主任叫啥你知道吗？许向阳有点后悔，刚才光想着争取猪价了，忘了问主任叫啥了。年纪轻轻就撒谎，赶紧走，再不走我真叫人了。大爷，我真认识你们供销社的王红梅。你怎么证明你认识王红梅？许向阳有点脑疼，现在也没有电话，总不能推着板车去前面找王红梅吧？我还认识你们主任。你怎么证明？小亮，我还拿捏不了你。只见许向阳走到车前，拿起戴在猪头上的衣服，一个比脸盆还大的猪头就露了出来。卧槽，猪头！你骂谁是猪头？你是猪头，你们全家都是猪头。小伙子，你冷会！老头噌的一下就从里面窜了出来，两只手死死地抓住板车。小伙子，你这是野猪？不是，你看错了。小伙子，刚才是大爷不对，大爷跟你赔不是。小样，刚才你不是很嚣张吗？我还治不了你。如果送上门的野猪因为他的原因给错过了，那大爷的门卫就干到头了。我这猪肉是送到供销社的，你们这是供销社吗？小伙子，你没看到门上写的就是供销社后门吗？我这是供销社的后院。你咋证明你这是供销社的后院？收集到牛爱党的怨气值加999。你看一下，前面的房子就是供销社，我们这是后院。我眼睛不好使，看不到。收集到牛爱党的怨气值加999。我这就是供销社，我还要怎么证明？收集到牛爱党的怨气值加999。嘿嘿，赶紧进来！你俩在门口干啥？你小子真不错，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？领导，我叫许向阳，排行老3，您叫我老3就行。你别叫我领导了，以后叫我秦叔吧。那我以后就叫您秦叔了。主任，那头大野猪一共710.5斤。一斤5毛1，一共是362块3毛5。秦永革把开好的条子递给许向阳。老3，红星炸钢厂你听过吗？我朋友是采购科主任，听说他们厂好久没有吃过猪肉了。许向阳一听红星炸钢厂，瞬间来了精神，销售渠道已经找到了。说野猪是属于集体物资，我们村民拿野猪来卖，是属于投机倒把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替你想办法。那太感谢秦叔了，我等一会要去看望我爷爷，我先走了。许向阳回到了供销社，买了大米、糖果还有烟酒，一共花了30多块钱。花钱不要大手大脚，攒点钱娶媳妇。有对象了吗？用不用姐帮你介绍个？不用了，姐，我还小，不着急。别叫姐，我也没比你大几岁，你叫我小梅吧。我还是叫你姐吧。人家有那么老吗？对了，上次答应宋保国去公安局做笔录的，差点忘记了。许向阳从空间里取出一只野鸡，然后走路去公安局。你站住！说你呢？这里是公安局，不让随便进。许向阳走到公安局门口，门口又出来一个大爷。大爷，我是来做笔录的，是宋队长让我来的。许向阳把一只手伸到兜里，在空间里拿出来一包好烟。大爷，抽烟。大爷还是一脸疑问地看着许向阳。大爷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昨天协助抓了几个疑似特务，今天来做笔录。你说啥？你协助抓了几个特务？老头一听许向阳抓了特务，脸色立马180度大转变，顺手接过了烟。没看出来，你小子还挺厉害。进门往左拐，第2间屋子就是宋队长的办公室。好嘞，谢谢您嘞。收集到狗宝根的怨气值加999。咦，
这个狗宝根是谁？许向阳记忆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，在他转身的时候，好像在不远处的转角那看到了一个人人影，一闪而过。大爷，你信狗吗？你才信狗呢！你咋还骂人呢？大爷的脸瞬间就拉了下来。收集到赖月经的怨气值加689。大爷，我跟您开玩笑呢，您别介意。奇怪，自己做啥了，让他对自己产生了这么大的敌意？思索间，许向阳就来到了宋队长的办公室门前。宋队长，我来做笔录了。快来！你要是不来，我正想派人去找你呢。你小子立大功了。我立啥大功？许向阳有点蒙圈。我们昨天从你们村抓的那几个人，真和特务有关系。他们真是特务？许向阳有点意外，没想到瞎猫碰上死耗子。也不算是特务，只能说是马上要被策反了。还有其他特务？特务可能正在预谋一次大的活动，所以我才想去找你，看看你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索。宋队长，我也没有其他线索了，我只是看李大勇最近有点反常，才起了怀疑。那行，你先去做个笔录，要是有线索了，随时来找我。宋保国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了许向阳手里拎着的野鸡。向阳，你这野鸡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我从山上抓的，还抓了一只野猪给我们村分了。你这野鸡卖给我吧。不卖，买卖物资属于投机倒把。宋队长，你是想让我犯错误？你少跟我扯，这屋里没外人，我给你8块钱，你卖不卖？宋保国说话的时候脸上有点不自然。野鸡在黑市卖15块钱，他现在兜里只有8块钱。宋队长，既然您没拿我当外人，这只鸡我就送您了。哦，向阳，那这次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你要是再打到野猪，你给我送到公安局，这样不算倒买倒卖。那太谢谢宋队长了。许向阳此时乐开了花，又多了一个销售渠道。还有，我看你小子身手不错，想不想来巡逻大队？每个月18块钱工资，同时能给你安排个城市户口。宋队长，这名额我不要，可以给别人吗？可以，但是我考核他的能力，这份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。好的，感谢宋队长。许向阳做完笔录，走出公安局，到了门口，老头立刻迎上来。笔录做完了。做完了。许向阳说着话，从兜里掏出一把山里红，递给了老头。大爷，送你点水果。老头看着手里的山里红，有点想张口骂人，但是又不能骂，毕竟人家是给你东西。收集到赖月经怨气值加888。这才是穿越的最高境界，把别人惹生气就获得怨气值，只因他有一个情绪系统，怨气值达到累积一定的数值就形成大礼包。啊，酸死我了！老头吃着许向阳给的山里红，越吃越酸，越吃越恶，把许向阳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。大爷，对不住了，谁让你看着就像是愿意生气的样呢？许向阳脑袋里的机械声一直响个不停，此时收集到的怨气已经合成了10个大礼包。系统，给我把大礼包全部打开。恭喜宿主获得大黑石10张，恭喜宿主获得铁锅炖大鹅50锅，恭喜宿主获得全国粮票100斤。接下来又开出了10斤牛肉、2斤糖票、身体强化剂、猫粮100斤，剩下的几个都是空礼包。系统，大礼包咋还有空的？我收集点怨气值容易吗？宿主你就知足吧，上一任宿主10个大礼包开出来8个是空的。系统，身体强化是干啥的？宿主使用后，全身机能得到提升，例如全力奔跑起来可以增加20%的移动速度，且使用期间减少20%的体力消耗。我操，这么厉害！准备快到爷爷家时，许向阳赶紧把东西放回空间。咦，这不就是徐家大冤种吗？今天咱们狠狠的再宰他一顿。向阳，听说你前一阵子被人给打晕了，你要是把哥几个都叫过去，哪能出这事？你说是吧？就是啊，老三，你要是叫我们哥们去，保准能把那孙子给打得满地找牙。这2个人就是许向阳老娘说让他离远一点的狐朋狗友。许向阳挨打的时候，这2个家伙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老三，你醒了，我还打算有时间去看看你呢。许向阳被打晕后，就是唐卫东把许向阳送到医院。好了，我还想着有时间去感谢你呢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去饭馆搓一顿，你也能好好感谢卫东。就是我们哥们好长时间没聚了，我们哥们正好联络感情。这可是你们自找的，正愁没地方薅怨气值呢。一进店，罗世杰和齐耀宗就开始点菜。红烧肉2份，红烧鱼1份，油炸蘑菇1份，还有今日供应的菜品都给我各炒1份。这2个狐朋狗友点的菜，明摆着就是想要宰许向阳一顿。不一会儿，菜端上来，几个人就像饿死鬼投胎一样狼吞虎咽。向阳，这顿饭让你破费了，下次哥们请你，想吃啥随便点。破费啥？都是兄弟，一顿饭我还是负担得起的，随便吃。饭吃到一半的时候，许向阳站起身：“兄弟，我去个厕所，你们慢慢吃，不够就点。”许向阳说着，又扒拉了一下身边的唐卫东。卫东，扶我一下，有点晕。
唐卫东扶着许向阳走出了饭店。这个年代的饭店里面没有厕所。向阳，我们不是去厕所吗？唐卫东有点疑惑。不去厕所，我们回家。回家？那饭店的还没结账呢，怎么办？结账不还是有他们俩呢？谁说的必须我结账了？那不好吧？他们会不会记恨你？唐卫东主要是害怕许向阳被两人给记恨上。许向阳不是两人的对手，记恨就记恨吧，我请了他们那么多次，让他们请我一次没毛病吧？向阳，你今天终于聪明了一回了。许向阳重生回到闹饥荒的60年代，别人喝的是清汤寡水，吃的是难以下肚的糠咽菜。然而另一边的许向阳一家喝的则是香甜美味的肉汤，桌上盘装的是有鱼有肉。只因为他拥有一套神奇的开挂系统，只要他一触摸到树根，树上的鸟就会被收进系统空间。他只要用铁锨柄碰到野鸡，下一秒野鸡被收入系统空间。所以许向阳第一次进山打猎就收获满满。接上集，罗世杰和戚耀宗在饭店里等许向阳回来买单，然而他们却不知道的是，许向阳早就溜了。活该，谁让你们拿老子当冤大头？即将到奶奶家时，许向阳把从供销社买的东西取了出来，同时还取了野鸡和野猪肉。三孙子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吓死奶奶了。我现在好了，奶奶您就放心吧。对了，怎么没有看到爷爷？你爷爷去下棋了，一会回来。爷爷还是那么喜欢下棋。奶奶回屋里，我给你和爷爷带了点东西。回到屋里，许向阳从背篓里面的东西拿出来，1条中华烟，2袋糖，20斤大米，还有茅台、鸡肉和猪肉。三孙子，你这是去抢银行了？老太太脸上都吓得发白了。三孙子，你抢银行没被别人看见吧？没看见的话，你就说是你爷爷抢的。等你爷爷回来，让你爷爷把东西送回去。让我去送啥东西？爷爷看到后也是感觉不可思议，这些东西不应该出现在普通人的家庭里。老三，这东西是哪里来的？要是违法乱纪来的，我就先把你打个半死，然后我去顶罪。爷爷奶奶，你们想啥呢？这都是我在供销社买的。许向阳把供销社的条子拿了出来。不是抢来的就好。三孙子，你可吓死奶奶我了。关键是三孙子，这钱你是从哪里来的？爷爷奶奶，我就非得抢银行才能有钱啊！我凭本事挣的。你哪有这么大的本事？这些东西得值好几十块钱。许向阳彻底无语了，只能把供销社主任给开的批条拿了出来。我操！我上山打了1头野猪，拉到供销社换的钱，你看看批条还是热乎的。你小子行啊，还会打猎了，不愧是我们老许家的种。爷爷，离咱家最近的黑市在哪里？许向阳打算把空间的猎物和粮食拿到黑市出售，主要是黑市东西的价格比供销社和钢厂高得多。那地方不能随便去，被抓到是要游行的，严重的话是会吃花生米。爷爷奶奶，我就想去看看。黑市就在朝阳门外2公里的小树林里，你把它带上，千万别弄丢了。放心吧，爷爷，就算是我丢了，他都不能丢。胡说，他可以丢，你不能丢。到了下午，许向阳刚到树林边，2个放风的壮汉拦住了他。买还是卖？卖，5分钱。许向阳从兜里掏出5分钱交给看门的2人，然后走进了黑市。大婶，你这鸡蛋怎么卖的？鸡蛋不卖，我只换粮食。野鸡你换不换？不换，野鸡那玩意放不住。小兄弟，你手里有几只野鸡？你打算给多少钱一只？我一只给你15块钱。我老父亲病重了，就想吃点猪肉，只是买不到猪肉，鸡肉也行啊，起码让他老人家吃上一口肉。中山装说着说着，眼眶就流出了眼泪。你想买猪肉？是啊，小兄弟，你有猪肉，看在你孝顺的份上，我卖给你10斤，3块钱1斤。那太感谢了，小兄弟。你还要野鸡吗？要2只，如果你有的话。好的，你在这等下，我去拿过来。许向阳走到一个没有人的拐角，直接从空间取出10斤野猪肉和2只野鸡。小兄弟，太感谢你了。别这么说，你也是花了钱的。小兄弟，你数一下。不用说，我相信你。中山装对许向阳这个憨厚的小伙子产生了好感。这是点小意思，你千万要收下。这怎么好意思？这烟我不能收。中山装非常强硬的把烟塞到许向阳的手里，转头就走了。许向阳看着手里的烟，上面什么标志都没有，一看就是特供烟。看来中山装身份不一般，肯定是个大领导。许向阳看着中山装远去的背影，然后转身离开黑市。来了一趟黑市，许向阳觉得送去供销社的那只野猪亏大了。以后无论猎物和粮食，一部分卖给供销社，另一部分卖到黑市，这样既能多卖钱，手里的钱也能有一个正大光明的来源。许向阳心里想着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49城里。此时已经天黑。站住！干嘛的？我干啥的？我是良民。这小子绝对有问题，抓起来好好查一查。